这是我那势力的班主任老陈，当局长的儿子迟到时，他卑躬屈膝。原来是景轩呐，以后咱们尽量别迟到啊。当孤儿的我和贫穷的朋友迟到时，他趾高气昂。漂亮，刚开学就迟到，怎么不放学再来呢？你当学校是你家呀，那么随便？他还把他下不了的台阶硬砸在我们头上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。庆幸的是，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他安排我和姚哲田一起出版报，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因为她恰巧是我暗恋的女生。朋友及时送来祝贺，而我却生怕别人看出这点小心机。也不知怎的，戚景轩好像对学习毫不在意，老是看着窗外发呆，而我总是偷偷画我的漫画。某人的样子在我心里也越加清晰起来。放学路上，我便主动约了姚哲田一起商量版报的事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在一起，还聊了特别多的话题。我告诉他，我有一个梦想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漫画家。有没有想过去考个美术学院？肯定考不上，我成绩那么差。艺术院校少200分呢。那我的分也不太够。即便如此，姚哲田还是很羡慕我，羡慕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梦想什么。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他们只要她考了高分，路都替她安排得妥妥当当。路过的火车发出声响，掩盖了她的声音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有真心喜欢的事情，真好。清脆的声音加上一缕阳光拂过面颊，我发现自己的青春被瞬间惊醒。一起出版报时，也总会偷偷多看他2眼。那天很不凑巧，我们不小心听到了老陈和戚景轩的对话。老陈不仅要为戚景轩免费补课，还偷偷摸摸地让戚景轩向他父亲转交礼品。那个黑色塑料袋格外亮眼。戚景轩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当老陈看到我们后才挺直了腰板。下次出黑板报不要偷偷摸摸的。他临走时还把东西硬塞给了戚景轩，看他心烦，我上前安慰他，被他反手拒绝。颜料也被打泼到了黑板上，眼看明天就要版报比赛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戚景轩意识到自己的不对，他拿起抹布赶紧擦拭，可越擦越模糊。平时爱好画画的我从中找到了灵感，拿起画笔将这颜料就画了起来，随意点缀一番就成了一幅清新的画作。他俩人都看得眼前一亮。后来我们经过一个小卖铺时，看到电视机里放灌篮高手，于是又把这个元素加了进去。没想到因祸得福，版报得到很大的反响，也顺利获得了全校第一，也是老陈班级的第一次第一。他表面上说我们不三不四，可当其他老师夸赞时，他又骄傲地乐开了花。这也算是我颇有成就感的一天，我内心高兴极了。经此一事，我们3人关系走近了很多很多。我带着他俩来到学校后山，这里就是我版报上画的地方，云顶山。我们一起爬上了铁塔，在火烧云的映衬下，我们3人就像黄金铁三角一样眺望远方，一切的烦恼都抛之脑后。小田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地方俯瞰这座城市，他展开双手让微风拂面，青春的味道在天空飞扬。这是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。当天空中飞来一架飞机，阿轩呆呆地看着，眼睛里泛起了亮光。待了片刻，小田要回家了，我连忙拉上阿轩一起送他回家，免得路上不安全。其实这点小心思，谁看谁明白。不巧的是，还没到他家楼下就遇到了小田妈妈，我们都紧张到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平时他妈妈都不让他和男生来往。阿轩解释说，我们也是舞蹈班扭秧歌的，才勉强糊弄过去。晚上，我在台灯下画着纸飞机，随着树叶翻动，纸飞机就像真的一样飞入了天空，然后围绕在小田周围。有梦想，有蓝天，更有所爱之人。通过上次版报成功，我决定做一些关于大学志愿的版报，然后就托了阿轩帮忙找资料。他表面不同意，背地里却给我们找了一堆书籍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收到小田送的一本漫画杂志，那可比什么都珍贵，里面还有一句他的寄语。从那一刻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。我有点弄不清，那是梦想的力量还是爱的力量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做好版报，而小轩和花生则偷偷给我们拍照。当时觉得不好意思，现在觉得拍少了，毕竟定格了我们的青春。不久后，全校举行了一次模拟考试，学习优异的小田觉得成绩不太理想，仅仅考低了10分就觉得那是严重失误，在父母眼里可不能有这样愚蠢的行为。我安慰他说，你考好和我考砸一样是偶然事件而已，父母不过是为了我们好。听到这话，在打水漂的阿轩就不乐意了，他认为父母只是在乎自己的面子，何曾在意过孩子想要什么。小田看到他的手掌受伤，立马扯下头绳帮他包扎，但阿轩拒绝了。他早就知道我喜欢小田，所以刻意和他保持距离。他走上前去之后，小田似乎有些失落的感觉，可惜那时候我没有发现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小田为了高考加分，每天都要到舞蹈室练习，而我则坐在长廊里作画，画出小田的曼妙身影。不一会儿，阿轩出现了，他说有人在板报那里留了纸条，上面写着考300分能上什么大学，看来很多人成绩不好，但理想远大。阿轩建议我做一个留言簿，那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随后阿轩说寒假准备带我们去玩，而我一心惦记着小田，要是他能一起去就更好了。
伴随着牵挂慢慢进入冬天，寒假如期而至。我们一起来到小田楼下，小田推开窗示意不要说话，担心父母知道那就麻烦了，毕竟是和3个男生一起外出，他说是女同学父母才同意的。我主动拿出手套递给小田，担心他的小手冻伤。阿轩这家伙更有一套，他叫花生坐上他的自行车，那样的话小田就只能坐我的了，可谓君子成人之美。我们一路上追追打打，美好的青春如此清澈，跨过干净的小溪，摇一摇树上的白雪，打一场激情的雪仗，还堆了4个雪人。我紧紧挨着小田，你会发现这样单纯美好的日子后来再也没有了。小轩带着我们来到他乡下的家里，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完全没有其他同学口中说的那样富裕。当然我很快也就知道了原因，阿姨对我们的到来很是欢迎，微笑中带着温和与善良，大家一起帮忙做晚饭，搞得就像农家乐一样。平日里孤独高傲的阿轩，在妈妈面前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没有了那种傲气，帮着忙前忙后的很是孝顺。吃完饭，他带我们进了他的房间，我不禁问起他的家事。戚俊轩，你妈妈为什么住在这里啊？这还用说？肯定离婚了呗。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他们而去，等他长大后，父亲又回来争夺了抚养权，只留的母亲独自一人。他很想快快长大来帮助妈妈。他珍藏的盒子里除了照片就是飞机玩具，窗台上也到处都是。原来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，但父亲从来不在意他的想法。小田告诉他，每年都有人到高3特招飞行员，阿轩身材高挑，说不定能通过录取，他也准备试一试。我们离开时，阿姨拉着阿轩的手依依不舍，仔细交代他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。他还特意和我说，这是阿轩第一次带朋友回家，希望以后我们永远是朋友。我答应阿姨说一定会的。年少的我们天真的认为，只要说过的永远就是永远，说过的再见就一定再见。这个假期我熬了很多个夜晚，把小田所有的样子画了下来，准备把他们投进他家的信箱里，想用委婉的方式表明心意。可到了楼下心里砰砰直跳，我又开始犹豫了。这时阿轩出现吓我一跳，他一把夺过画册就投进了邮箱，我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不过我也是白着急，人家姑娘后来压根没看见。隔天，小田的妈妈来找老陈，阿轩的父亲也来学校视察，陈老师开始夸夸其谈，被打球回来的阿轩撞个正着。小田妈妈带着咸味地说，你们班上的同学真是多才多艺，不仅会打球还会扭秧歌。局长失望地离开了，老陈转头就把气撒在了班级里。更不巧的是，我画小田的漫画被老陈看到，这无疑点燃了火药桶，我又遭到一顿臭骂。关键时刻，阿轩出面说画是他让我帮忙画的，老陈这才自己给自己找了台阶下。事情虽然平息，但在我和小田之间种下了一道梗，永远都没有逾越。放学后，小田没有打招呼就直接走了，我失落地出门开始画板报。阿轩让我陪他去接机厅，因为他明天就要走了。上次说的飞行员招募他顺利通过，他希望好兄弟最后陪他一次。这话也被小田听见了，他折返回来说他也要去，毕竟这是给阿轩最后的纪念。我们一起来到接机厅，可不巧的是遇到了几个混混在欺负一个学生，那个人正是花生。阿轩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猛打，混乱之中倒的倒，伤的伤。片刻之后，阿轩打倒了几个人，拉着身边的小田就跑开了，而我则和花生从另一头逃跑。阿轩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他正要离开时，小田拉着他的衣角，似乎有什么要说出口。是不是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吧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小田欲言又止，似乎有千言万语又无从说起。他知道阿轩很可能一去不回，再隐晦的爱意也藏不住了。如果你不想考大学，那我也不考了。阿轩当然知道小田说的意思，但他不会做出横刀夺爱之事。可不巧的是，这一幕刚好被我看在眼里，我一时心急，没看到结尾就走了。我一直以为阿轩是个好兄弟，没想到这家伙绵里藏针，只怪自己后知后觉，可耻又可笑。我拎着砖块跑到小田家的楼下，想要取回自己的画册。片刻之后我犹豫了，至少自己曾经动心过，就当一种回忆算了。回到家的我打翻了所有的画作，也断了所有的念想，无论是友情还是恋情。从那以后，我们3人再也没有了关系。人生的第一次心动，还没来得及勇敢，就这样无疾而终。阿轩离开后，小田也沉默寡言，而我也终于决定了放弃高考，准备去深圳从事漫画之路。虽然我在老师眼里是个学渣，但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我做的板报帮助了很多学弟学妹，那句成为最好的自己也鼓励了很多人。没过几日，小田的文艺汇演开始了。小田在舞台上翩翩起舞，我能想象他那优美的舞姿，因为曾在窗前多少次陪伴。屋外则是阴雨绵绵，我知道他没有带雨伞，于是打算给他送去。当我赶到时，那个懦弱的自己又出现了，根本不敢面对他的双眼，只能躲在角落里踌躇。看着他在大雨里渐行渐远，我恨自己有勇气喜欢却没勇气面对。想了想又开始追了上去。此时的小田独自顶着校服在雨里走着，内心或许也很落寞。街头的路灯都变换了几次，天空依然没有停下雨滴。来到转角处，我终于见到了小田的身影，也勇敢地叫出了他的名字，还把他带到家里，给他准备了姜汤。小心烫。
我们之间的气氛早已不像从前那般畅所欲言，而是彼此缄默一言不发。他突然想起书包里的杂志，都是信箱里取的，我给他的画册也在里面。我在那里干着急，其实早就被雨模糊了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可能这就是天意。我送小田回家，再次经过那个火车路口，他说他想做好每一件事，但总是事与愿违，就像杂志，如果没有拿出来就不会放不回去。你要记住，只要有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就会发出光来。喜欢一个人也是一样，即便到最后不能在一起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一定会喜欢那个因为喜欢着他而发光的自己。小田听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我也说不准，但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送他回家。在我离开学校前做了最后一期板报，致每一个终将光芒万丈的我们，背景正是青云山下。离开那天，花生和小田都来为我送行，他还送了我一本留言簿。上了火车我也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。小叶，别去了大城市，就把我们给忘了。就这样，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当我打开留言簿，我震惊到了，里面是他祝福的话语和第一次板报的照片，背面还是那句话：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我越看越眼熟，于是打开那本小田送的漫画，没想到笔记完全一样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那本书是阿轩送的。恍然大悟的我在开动的车厢里奔跑，猛然发现阿轩也在山岗上为我送行。我很感激他，是他打开了我的漫画之路，可惜连一声谢谢都还来不及说。真希望那个夏天能再长一点，时间再慢一点，或许就可以好好说一说再见，道一道离别。许多年后，小田不知成了哪家孩子的妈妈，阿轩如愿成了一名飞行员，而我也成了一名漫画家。我也从来没有忘记那个承诺。等你以后成了漫画家，画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吧。回不去的青春，回不去的我们，现在只能偶尔遗憾，偶尔惆怅。假如给你一个如果的机会，你会做什么呢？